如果有一台机器可以带你直接跳到5年后的世界，让你亲眼看看那个时候的工作市场，你敢不敢看？你可能会发现，有人在办公室空空如也的座位上收拾东西，因为他的岗位已经消失；也有人拿着一份别人根本没听过的职位名片，收入翻了3倍，还被各家公司争着啊！这不是科幻。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直接给出数字，到2030年，全球将有83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，同时会诞生6900万个全新的岗位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现在还在原地等风来，5年后你可能连风声都听不到。所以接下来，我们不空谈概念，而是直接带你看未来5年最有潜力、最值得提前布局的10大新兴职业是什么？他们为什么会火？你又该如何一步步进入？1、大数据专家。想象一下，你走进一家奶茶店，柜台后不是老板在猜你要喝什么，而是屏幕上已经显示了你上次加的半糖珍珠。甚至在你推开门之前，后台系统已经根据你的来电频率、天气变化、促销活动，给出一个最可能的点单组合。这不是魔法，是数据在帮他提前读懂你。世界经济论坛预测，到2030年，大数据相关岗位的需求会增加 30% 以上。而我们每天制造的数据量已经达到3290亿 GB， 相当于每天多出3亿部 4K 电影。如果没有人能整理、分析这些信息，企业就像蒙着眼开车。在电商平台，大数据能提前预测哪款商品会热卖；在医院，它能帮医生找出高危病人的预警信号；在交通管理里，它甚至能用过往的堵车模式，精准预测今天几点哪条路会塞车。如果你想切入这个领域，不必被算法、建模这些词吓退。你可以从生活实验开始，用 Excel 或 Google 表格记录你家1年的水电账单，找出用量的变化规律，用免费的数据可视化工具，如 Tableau Public， 把它做成图表，让别人一眼看懂。接着尝试去 Kaggle 这类数据社区找一个小型数据集，比如分析某城市的共享单车使用情况，看看你能发现什么模式。你会发现，掌握数据的人就像有了一双能透视未来的眼睛。2、金融科技工程师。还记得小时候，银行是大理石地板、长长的队伍和厚厚的账簿吗？现在，它可能就是你手机上的一个按钮。2024年，全球数字支付交易额突破 9.46 万亿美元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约 11% 的速度增长。数字货币、去中心化金融 DeFi、区块链保险正一点点拆掉传统金融的高墙，让资金流动变得像发烂一样简单。想象一下，3年后你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，不需要排队付款，也没有服务员来刷卡，而是你走出店门的一瞬间，手机完成自动扣款，贷款可能在3分钟内批下来，跨国汇款比寄一条信息还快。要让这些成为现实，背后需要一群既懂技术又懂金融的人。这个角色不是传统银行的柜员，也不是单纯的程序员，他们要能看懂资金流向，知道监管红线在哪里，还能写出让资金安全流动的代码。你可以先从好奇出发，打开你常用的支付 App， 翻到它的安全说明，看看它是怎么防止被盗刷的，再用 Python 或 JavaScript 做一个能计算贷款利息和还款计划的小程序，接着去试用一个区块链钱包，感受一次完全不通过银行的转账体验。等到你能自己搭建一个简单的转账系统，甚至写一个智能合约，你就会理解为什么金融科技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，更是一种能重塑规则的力量。3、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专家。试想，有一天你走进医院，医生不用一张一张翻阅片子，而是把你的 X 光、血检结果丢进一个系统，几秒钟后，屏幕上出现了你的健康状况分析和治疗建议，精准到用药剂量。人工智能正让这种场景加速变成现实。市场研究机构预测，到2030年 AI 市场规模将达到 1.8 万亿美元。
它的触角早已伸进自动驾驶、金融风控、客服机器人、工业生产、农业监测等几乎所有领域。企业发现，不用 AI 的成本已经比用 AI 还高。想进入这个世界，不必从最难的数学推导开始。你可以先用免费的 AI 工具做点小魔术，比如让图像识别模型帮你区分猫和狗，再去学习 Python 和深度学习框架 TensorFlow、PyTorch， 接着参加 Kaggle 等 AI 竞赛，把你学到的算法用在真实问题上。当你做过几个能落地的 AI 项目，你会发现自己像是掌握了一种教机器思考的超能力。4. 软件与应用开发人员。早上睁开眼，你可能第一件事就是关掉手机闹钟，接着点开外卖 App 订早餐，用地图 App 看路况，在地铁上刷短视频 App， 到公司再开企业沟通软件。等你晚上回家时，你已经不知不觉使用了20-30个不同的应用程序。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工具，其实都来自一个群体——软件与应用开发人员。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把这个职业列为未来5年全球增长最快的岗位之一。而到2030年，全球活跃的移动应用预计将超过700万个。这背后意味着每一个新技术风口 AI、物联网、虚拟现实、自动驾驶都需要有人写出能让用户触摸到的程序。为什么它会持续火？因为数字化渗透的速度比想象中快。过去只有大型企业做系统，现在连街角的奶茶店都可能需要一个点单 App。过去一辆车的智能系统只有导航，如今它要管理电池、驾驶辅助，甚至能自动预约保养。没有开发人员，这些创新只能停留在实验室。如果你想进入这一行，不需要一开始就会写复杂的代码。你可以先用零代码工具，如 Glide、Thumbtables 做一个简单的手机应用，比如记账本、倒数日提醒器、习惯打卡器。感受一下把一个想法变成现实的过程，然后逐步学习一门编程语言 Java、Python、JavaScript 都行。当你能自己编写功能，并且把 App 上架到应用商店，你就会真正理解数字世界的建筑师这个称号的分量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领域的门槛并不止于学历。很多优秀的开发者并没有计算机专业背景，他们是设计师、教师甚至厨师，但凭着兴趣和自学，一样能做出被100万用户下载的应用。未来5年，每一次新技术浪潮都会给开发人员新的舞台，关键是你要先上台，而不是等掌声响起时才往前挤。5. 绿色及能源转型岗位。想象一座城市的天际线，过去是灰色的水泥和冒烟的工厂烟囱，而未来它可能被闪着光的太阳能板覆盖。街道上跑的是安静无声的电动车，公交车用的是氢燃料，楼顶的风力涡轮在轻轻转动。这不是科幻画面，而是各国正在努力实现的现实。国际能源署预计，到2030年，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将达到每年4.5万亿美元。这些钱会流向新能源工程师、储能技术员、碳管理专家、绿色建筑设计师等岗位。因为无论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，还是为了满足政策要求，各国企业都必须减少碳排放，否则就要缴纳高额碳税。为什么它会成为热门？除了环保理念，这是硬性的市场需求。电动车需要更高效的电池和充电网络，风能、太阳能要进入千家万户，就必须有人设计和安装。各国的碳交易市场也需要专家计算和验证企业的碳足迹。如果你想进入这个领域，可以先从观察自己城市的绿色基础设施开始，有多少公共充电桩？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太阳能装机容量是多少？
然后学习可再生能源的基础原理，比如光伏发电是怎么把阳光转成电的，参与环保志愿活动，认识在行业里工作的人，如果有机会参加新能源企业的实习。你会发现，这个行业的魅力不仅在于前景，更在于每一份工作都能实实在在改善环境。5年后，当别人抱怨雾霾和高油价时，你可能正站在一个风力发电厂的控制室里，看着数字屏幕上的清洁能源产量，一边工作一边改变着世界的能源版图。6农业与食品加工创新岗位。很多人以为农业是落后的行业，但未来的农业很可能比高科技实验室还先进。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，到2050年，全球人口将达到97亿，粮食需求将比现在增加60%。与此同时，耕地在减少，气候在变暖，这迫使农业必须升级。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农场，无人机在空中巡视，用红外摄像头检查作物健康状况，地里埋着传感器，实时监测土壤湿度和养分，温室里的植物由 AI 控制光照和温度，确保全年稳定产量。食品加工车间不再是嘈杂的流水线，而是全自动化设备，精准分装、检测、包装。为什么会火？因为这是保障人类生存的根基产业，而且正处在技术大爆发的前夜。智慧农业、垂直农场、实验室培育肉、3D 食品打印，都是未来几年会迅速发展的领域。如果你想进入，不必一开始就去大农场工作，你可以从小型的城市种植开始，比如用水培方式种生菜，记录不同光照对生长速度的影响，学习食品工程的基础知识，了解营养保持和防腐技术，或者去参观一次现代化食品加工厂，感受它和你想象中的完全不同。等你具备了科技和农业结合的思维，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个行业既能养活世界，也能养活你的职业生涯。7护理与健康福祉相关岗位。假设有一天，你年过70，住在一间温暖的养老公寓，早晨有人帮你量血压，下午有康复师带你做轻度锻炼，晚上护士来帮你换药，聊天时还记得你喜欢的故事。世界卫生组织预计，到2030年，全球将缺少1000万名医护人员，而联合国的数据更显示，65岁及以上人口将在2030年占全球人口的1/6。老龄化正在改变整个社会的职业结构，护理和健康福祉服务将成为不可或缺的支柱。为什么会火？因为健康需求不仅在医院，更多在日常生活中，养老社区、康复中心、心理咨询室、家庭护理都急需既懂医疗技能又有耐心和温度的人。如果你想加入，可以先从志愿服务做起，比如陪伴社区里的老人，感受他们真正需要的关怀，学习基础急救技能，了解慢性病的护理方法。如果条件允许，可以考取护理、康复、心理辅导等相关资格证书。这是一个越做越有意义的职业。5年后，当你回头看，会发现自己不仅换来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更是在别人生命中留下了温暖的印记。8交付与智慧物流岗位。你在电商平台上一键下单，可能只是用了几秒钟，但接下来会有几十个人、几套系统、几辆车和几条路线在为你协调运作。全球电商销售额在2024年已突破 6.3 万亿美元，预计到2029年将接近 8.5 万亿美元。未来的物流不只是快，而是更快、更聪明。仓库里，机器人在自动分拣包裹，调度中心 AI 根据实时路况为每辆配送车规划最优路线，甚至有无人机和自动驾驶车辆直接送货上门。为什么会火？因为消费者的期望越来越高，从明天到变成了今天到，而这需要大量懂得运用新技术优化物流的人才。如果你想切入，可以先观察本地快递公司的运作，了解包裹是如何分拣和配送的，学习供应链管理的基础原理，或者尝试用地图软件模拟多点配送的最短路线。当你能把一条路线优化节省10分钟，这个10分钟在规模化运营中
可能意味着几百万的成本节省。9网络安全专家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在银行转账，突然网络卡顿，几分钟后发现账户少了几万块。2024年，全球网络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超过 9.5 万亿美元，预计2025年突破 10.5 万亿美元。这让网络安全从技术支持变成了企业生死线。为什么会火？因为几乎每个行业都在数字化，银行、医院、电商、政府系统都在互联网上运行，一旦被入侵，损失的不只是钱，还有用户的信任和隐私。有些黑客甚至能在系统被攻破的几分钟内窃取数百万条个人信息，然后在暗网打包出售。如果你想上手，可以先学会识别常见攻击，比如钓鱼邮件、勒索病毒，用虚拟机安全的模拟攻击和防御过程，加入网络安全社区，参与 CTF 比赛、网络安全攻防演练。真正的高手不是等漏洞出现才去修补，而是在漏洞被利用之前就已经堵上了入口。他们的价值就在于让风险永远停留在故事里，而不是现实中。10远程医疗与个性化医疗岗位。也许不久后，你会在家里完成一次全面体检，戴上智能手表测心率和血氧，吐一口气进检测设备分析代谢状况，把数据传到云端， AI 在几秒钟内完成初步分析，医生隔着屏幕就能为你开药，并且同步把处方推送到附近药店，由无人车在半小时内送到你家门口。这不仅仅是便利，而是一个正在加速到来的庞大产业。全球远程医疗市场在2023年规模已达1202亿美元，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4598亿美元。个性化医疗则会根据你的基因信息、生活习惯、既往病史，为你量身定制治疗与预防方案，不再是一刀切的药方，而是属于你的专属健康路线图。为什么会火？因为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，很多偏远地区缺乏专科医生，而人口密集的城市又面临漫长的就诊等待。远程医疗可以打破地域和时间限制，让医生一次性触达更多患者。与此同时，人们对健康的关注正从治好病转向避免生病，这让基因检测、长期健康监测、精准营养等新兴领域快速崛起。想进入这个行业，你可以先关注本地远程医疗平台的服务模式，了解他们如何在保障隐私的同时传输敏感医疗数据，学习医学信息化、数据安全管理的基础知识，熟悉电子病历、EMR、健康信息交换、HI 等关键技术，甚至参与健康管理类应用的开发或运营，理解用户在健康数据采集、分析和反馈中的真实需求。未来，这个领域需要的不只是医生和程序员，而是能把医疗、科技、数据分析和人性化体验整合到一体的人。他们将让医疗不仅是一次治疗，更是一段持续陪伴的旅程。5年很长，长到足够让一个行业从默默无闻变成万人争抢；5年也很短，短到如果你现在什么都不做，等你回头时，发现原地站着的人已经被远远甩开。这10个未来职业里，有的听起来很高科技，有的看似平凡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解决的是接下来5年全世界都会越来越在意的问题。谁能提前卡位，谁就能在潮水涌来的时候站在浪尖。不要把它们当作一份收藏备用的清单，因为时间不会等你。今天你看到的每一个趋势都是正在加速的列车，等到它开走了，你很可能再也追不上。从现在开始，不必一下子投入所有精力去转行，不必一次性学会所有技能，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，选出最让你心跳加快的那个方向，去学一门入门技能，去参加一次行业活动，去完成一个小项目。等到5年后，别人还在抱怨工作越来越难找的时候，你会笑着说，幸好我早就上了车。关注我，我识才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